董哥其实是这样，我觉得国民党常常有时候脑袋太硬了，就是如果真的要修选罢法，不是只有提高最后的这个投票门槛这件事情可以修嘛？那我们刚刚不断在讨论，既然蓝白在某方面也许可以有一些共识的，白银已经把他的话讲得很明白，就是也许我们在联署的过程中可以更精确，而且这完全语法有据，而且是我觉得很合理的嘛。那所以说蓝营是不是现在可以有一些折中的方案，就是不动门槛，可是在未来罢免必须要比较我们刚刚提到的联署上面，也许要附身份证影本。因为过去很常看到联署，就会连过世的人等等都被拿出来联署充数嘛。那这样子的做法，如果我们从联署门槛去做一些功夫，然后去做一些调整修法，与时俱进的话，对国民党本身的冲击是不是也可以更小一些？现在不管怎么修法，这个法律都救不了谢国良。对啊，因为这个不能溯及既往，大家都很清楚。那现在会被误导到啊，国民党为了救谢国良，赶快修法的。那些都是不对的啦，哈，大家这一点先弄清楚。那国民党在国会改革法里面跟民众党合作，其实国会改革法是民众党的案子，大家记得吗？黄国昌一当选，谁要当立法院长，先来拜访我们8个人，拜完我们党团是面试嘛，对不对？大家记得嘛？那他提出了就是国会改革法这些主要的内容嘛，大家都很清楚。所以其实我们看国会改革法当然，国民党很多人被攻击，民众党也有被攻击。可是国民党当然他有受伤比较重，但是他为了维持跟民众党的合作关系至少说我们将来很多法案一起合作，我们就实质上过半嘛，可以这样讲。那现在他有一个纠结的在哪里？大家可以看到，民众党他其实有2派意见，一派认为说，你至少要罢免一个人，至少要罢免的票要高过他得票数吧，譬如说林国成就公开这样讲说这个这很不合理啊，那我觉得这是台湾社会上大家也觉得不合理，我老实讲，这是不合理。我得10万票，你6万票就可以把我罢免，那这个怎么会有公平性，对不对？所以这个朱立伦也曾经讲过这个。那我很早就看到林国成公开出来讲，那可是民众党里面他的纠结在哪里？他的纠结在柯文哲。柯文哲其实在这次的青鸟行动里面，他有受伤，有一些小草跑去干青鸟，所以他觉得说我的年轻选票，打一打我年轻选票是在流失，所以他先出来讲，我不赞同修改，就是我们讲的又来了，对我赞同是怎么样？总统如果要联署要有身份证，所以我们要罢免也应该有身份证就是要比较严谨，这个当然方向也是没有错，但是他为什么要把它岔开到这里来？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知道选罢法修改是为什么？选罢法修改是黄国昌当年在立法院推动的，他们那时候很讨厌蔡正元啊。那时候的法律规定怎么样？你罢免这个人要过半数啊。那时候的选罢法就规定这样。那黄国昌那时候是时代力量，他们最讨厌的人就是蔡正元。蔡正元那时候是立委，所以他们就推动罢免。我已经看好几场啊，甚至在我们中天附近这个捷运站，他们都在那边发传单啊。那要罢免的时候，结果最后功败垂成。为什么？因为不但没有50%，只有24.98%。所以为什么最后罢免？他们在立法院，时代力量跟民进党合作，说只要25%就可以完成罢免，就是参考24.98%来的。我跟你讲，他就是这样嘛。那以后我们一般县市首长当选人多数来讲，大概选票大概都过半了。我用1/4就可以把你罢免，这个其实是很不成熟，而且很草率的一个案子的。其实大家如果平心来讲，可是因为那时候是黄国昌推动，民进党那时候也很讨厌蔡正元，可是黄国昌最讨厌，所以那时候2党合作，其实不必2党合作了，因为民进党已经自己就过半了嘛。但是民进党那时候跟时代力量的感情还在的时候，所以就顺势就把你推了就是大家看到了这个1/4的。那这个的不合理，当然众所周知，不管在法理上，或者你大家就一般的知识上，觉得不，这个是实在是太不合理。好，那今天柯文哲赶快出来定调，他就说他怕民众党团这8席可能就马上做了决定了，所以他先定调，那民众党团这8个人就没有办法去违背主席，至少不会公开去违背主席嘛。那他定调以后，大家就不讲话了。
好，那现在如果要修改的方向，显然国民党也一定会接受，要更严谨的拿出身份证影印本来联署。好，这个国民党也一定会接受。对。好，那接受这个也救不了谢国良，即使改了数字，好改了百分比，也救不了谢国良。就各走各的嘛。你谢国良是一个战场嘛，那你这选罢法要不要修？要不要这时候修？第一个讨论嘛，那再来要修到什么程度嘛？可是国民党现在又不想跟民众党。就是变成分道扬镳，就是国会改革无法通过以后就分道扬镳。他认为说我们应该继续携手合作。那这个携手合作，因为大家知道黄国昌他这一届干总召，下一届不是，他这届跟国民党很多事情是配合的。他跟民进党是对干，因为柯建铭最讨厌的人就是黄国昌嘛，所以他每天修理他。那修理他以后，当然就变成让民众党更巩固了去支持国民党。好，在立法院的情况是这样，但是下个会期就未必了，因为下个会期的总召很可能是黄珊珊啊，好，因为他是不分区排名第一，黄国昌排第二嘛，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黄国昌的态度比较鲜明，那黄珊珊不一定啊，因为黄珊珊跟民进党有些人交情也不错啊，对不对？你看选前卓荣泰还黄珊珊去谈一些事情说他们交情好大家都忘了吗？对不对？而且谈是谈什么？谈院长对，谈立法院长对，好，所以大家记得那段故事就知道说，黄珊珊其实跟民进党的交情是不错的。好，那现在国民党想说，我要把民众党抓在手上，我才会过半。民众党当然也知道国民党一定要我才能过半，但民众党在感情上，因为这个会期已经打成这样下个会期要全面去投靠民进党也很难看。那你投靠民进党以后，它就会像时代力量就变泡沫化了，你的票就会跑去民进党，这是很清楚。所以柯文哲是在稳住这一块。那稳住这一块，当然大家知道下一届柯文哲一定会选总统，可是中间有个过程，选总统之前一定会先9合1选举选县市首长。那这个时候的蓝白合就很重要了，对不对？你如果不合，可能很多县市国民党也很危险啊。那这个时候民众党他就有机会他去做一些扩大自己能量的，譬如讲，我们知道吴春成在桃园设了他的服务处，张善政跟柯文哲都到场，对不对？大家看了嘛，就这样。那台中不用讲，卢麻卢秀燕对民众党也非常好，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各地方都可以看到国民党跟民众党释出来的善意。那这个善意对柯文哲来讲，也不能保证我们到时候不提名对不对？我先拿这个在手上，那如果你要讲到时候要不要让或怎么样的话，那请问一下高虹安，下一次如果在新竹选国民党要不要提名？国民党提名的话，高虹安可能就落选了，就是一个这样的背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跟民众党其实是民进党可以操弄的地方那这个操弄地方，就是因为未来的合作合作到必须到碰到选举的时候，你很多地方就没办法合作了。因为大家如果各自提名来，最后还是便宜民进党嘛，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说这一次你看他们的凶险就是指标就是看谢国良能不能罢免成功。那罢免成功，民众党在基隆的态度就很重要了。民众党虽然柯文哲选举是第3，可是他的选票在当地还是会决定就是天平要摆向哪一边，会有点这样。因为现在国民党的方式，他要顾良一定要怎么样？既然你民进党已经跟财团合作了，而且这么难看，民进党这个其实是修补过去林右昌做错的事情。举例来讲简单来讲林右昌当选的时候是2014年了，2016年他马上跟大陆签了这个合约，1月1号签了，元旦不是国定假日在放假嘛？1月1号签了，签了以后，大陆1月31号就跟 NET 就签了，就同意你可以在上面盖，你知道吗？就说我就经营地下的停车场，上面就给你这种可以盖那3月到5月，林右昌开了3次协调会，自己内部然后确定了就是要让NET 可以盖，所以。他盖这个，现在内藤为什么振振有词？他说是你基隆市政府准许我盖，我有
建造也有使用执照啊，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说你完全不认账？那谢国良的基隆市政府说，我从头到尾没有跟你签过约，跟我签约是大陆嘛，所以他一讲以后，大陆就去告谢国良，结果告输啊。好，这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因为法院依据很简单，他只看契约嘛。那你契约上面写什么就是什么，契约没有的你也不能过问要求，所以他的求偿5000万失败。好，这简单道理在这里。那连佑昌那时候核准了他去增建上面的2、3、4楼，你应该再附加一笔。将来以后我们如果没有合约的时候，这个房子应该归基隆市政府嘛，应该要求大陆要签这个嘛。我同意你盖，但是将来这个房子要给我，就好像台北101，台北101 70年以后，台北101属于台北市政府了，台北市长可以把它拿来租给别人，不要再租给101这家公司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里面其实有很多玄机在里面，但是民进党要遮丑，这是必然的。你也和我一样爱吃米食、面食、甜点以及手摇饮吗？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级好物，就是这个每日完胜白肾豆萃取物口含锭。餐前30分钟一次吃2颗，吃大餐 so easy。旺旺出品的这一款每日完胜白肾豆萃取物口含锭是柠檬红茶风味的，像这种夹链包设计哦，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肾豆，获得了美国 FDA 的认证以及 GRAS 健康许可。这个成分呢，其实是很天然，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购，为自己的健康、自信与美丽下单。很重要的是，记得输入推荐代码，因为会有额外折扣。